Hello，大家好。这一期我们来讲一下德莱文绝活哥的对线情况。这位绝活哥的德莱文就很丝滑，反正我排位是遇不到这种高手哈。然后我们先来看一下他的装备。那第一件啊，银血，现版本射手的专属装备了，等于是。然后呢，第二件西兰刀，你会发现，他只要做了西兰刀以后，他的伤害感觉就是成倍的增加，你知道吧？而且他的平 A 是有额外伤害的，然后再配合破甲光，基本上就是你70-80%的暴击率，你就完全是不虚了。你看。这里的话，寒冰是没办法兑现的。这武器应该是就是要想着就是怎么说呢？去对德莱文进行一个骚扰，而不是让他这么舒服的去补兵，然后他在那边啊，在草外面就在那里待着。这里面拿的是征服者，但勾进来有小兵在里面，完全不虚的。2级打1级。优势还是很大。这里收掉人头，收掉2个，直接起飞了都。攻速鞋一出，然后再一个吸血杖。啊，还不够钱。这里面的话，这个版本德莱文带征服者，然后伤害是完全是够的了。基本上你出完第3件，射手就是3斧头的事情。这里往下路靠，对，射手也来了，还回头 A， 还回头平 A， 那这样的话寒冰也没了。其实应该是选择去卖掉机器人，对面的话，但没办法。那吸血杖一出来，那德莱文有了续航，对吧？像西兰刀的话，又能提高那个德莱文的平内上限，又能有回蓝的那个效果，增加续航。现在就是那是银血剑西兰刀，那德莱文的续航就直接起飞了。再加上现在中后期开始就有那个共享蓝红 buff， 那完全就是碾压。所以这版本的德莱文不被针对的话，其实对面就玩不了了。然后直接就那个什么出那个第4件出火炮，增加攻击距离，让开局的那个爆发高一点。像第5件的话，你可以选择做隐魔刀，也可以选择做死亡之舞。这样的话就硬追绝活哥，但杀不死平 A 的这样子，完全续航上了。这样就续上了的话，就没得打了。像德莱文的小技巧就是你那个接斧头的小技巧，就是你丢出去的那一瞬间，你往哪个方向走，那个斧头的落地就是往哪个方向的。所以如果你说你是想后退，然后你丢出去，一定是往后拉一下，然后你就是往后接，或者说你原地不动的话，它就会落到你原地的那个原位，就是你站在那里的落点。像德莱文的被动的话，就是他比如说你有10层被动，就是他是怎么说？一是通过接斧头，然后击杀敌方单位叫小兵，可以加1层，
就是你接一次斧头加1层，然后击杀一个敌方单位也可以加1层。然后呢，就是你击杀敌方那个英雄的话，你就可以获得你那个层数，比如说你只有10层，对不对？10层乘以4的一个金币量，就已经说10层的话，你就可以获得40金币，40块。然后就会那个被动就会清零。像如果你被对面击伤的话，那你比如说叠了10层，那它就会减半变成5层。像 Q 技能就是那个增加普攻的那个丢斧头。像2技能呢，就增加移速和攻速。1技能、3技能就是往前面丢一个斧头，然后对方命中的人，然后造成那个减速和伤害。大招就是远程的一个收割了。所以德莱文还是主要是就是吃他的走位，很多人玩不习惯，就是因为他要很在意他的走位。那回去把进化做出来，那就更难抓那个德莱文。这里直接光明正大的去约对方野区。刚刚那一下没有 A 出暴击 ，A 出暴击的话，对方的那个杰拉已经残了，就已经开始越塔模式了。这里被控住了，然后直接被伤害灌死了。这里补一件小的穿甲。现在我感觉这个版本的德莱文呢，有个点就是不会像之前一样死了就掉了，前就是说掉了1-2次以后，就说就算拿了人头，他都有点后面打的会很吃力。现在这德莱文，现在版本的德莱文就是只要你有人头进账就问题不大。到中后期一样是可以发力的。现在的装备，你看到没有？他每次 A 出去以后都是往后拉，然后再回头用1技能。拿第2下的那个 Q， 这里轻松收掉，把对面盲僧骗过来杀掉了。这样的话队友就可以去反吃对面。
哎，这里卡血卡失败了，以为可以玩个极限操作。像这局为什么后面出了银血，就是因为对面格温的法伤会比较高。像如果对面像上单什么永恩或者说这些的话，那你就可以选择出15那些，让自己的容错高一点。这里收掉，做了一个毕竟位置不太好，只能放个大招混混助攻。这里的话，格温1打2是打不了的。就一旦就是有个点，就是你有一技能的时候，就不要说就是团战的时候，不要太在意去说要把所有斧头都捡起来，掉了1、2个也很正常。因为手游不像端游可以接好几个斧头，它只能接2个，最多接2个斧头。所以就算你有3个斧头，你卡出了3个斧头，接回来的时候也是只有2个。像破甲工做出来以后的德莱文，并没有不好扛。像格温的话，他有2技能，就是让对方无法选定让德莱文无法选定那个英雄，所以尽量他有阵的时候就不要去跟他打，而是避开，不然的话他杀完石头人可能接着下来就要杀，就来直接把伤害灌给射手。那基本上这样这种局面就是平推了，回去再补一下装备，基本上下一条龙就可以直接收下比赛。胜利的天平已经倒向这边。
就是玩德莱文确实就是这么暴力。如果有个好的锤石玩家搭配德莱文的话，可能会速推的更快。但软辅确实这个版本很爽。那这个版本啊，那这一期就到这里啦，欢迎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